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2024待播剧排行，《肖战藏海传》第4，诚意新片靠后。备受期待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已经播出，然而口碑和评价却不尽如人意。月红篇因对原著剧情进行大幅改动，并加入突如其来的感情线，导致备受争议。在这种情况下，竹叶篇和王权篇这两部同家制作公司的作品未来前景也让人担忧，网友们对他们的期待也大大减少了。观众的绝望可从最新的待播电视剧期待值榜单中看出，狐妖小红娘系列均未入榜。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榜的10部作品，它们相比之下就显得更加可圈可点了。诚意主演的大型男主剧《英雄志》中的角色卢云和莲花楼中的李香怡都遭遇了相似的不幸命运，落榜科举后只能靠当店小二谋生，却因未领到工钱而被殴打致危重，并且被诬陷入狱。成功逃离监狱后，我成为了顾府的书童，与顾家小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不久便被揭穿了逃犯的身份，最终被赶出了顾府。在一条以卖面为生的路上，他最终踏入了京城进行科举考试，取得了状元的光辉成就。然而，就在他享受风光的时刻，却卷入了党争之中，并最终落得了10年的悬崖之痛。经过10年，卢云归来时，发现心爱之人已经结婚成家，朝政风云变幻，他只能靠着自己的手艺摆摊卖面，度过余生的孤独岁月。观众们看到孤独终老的结局时，也都松了一口气，毕竟诚意饰演的角色活到最后并不容易。在卢云跌宕变化的人生经历中，体现了该剧故事的张力和情节丰富。从诚意被欺负时穿着破旧衣服的场景可以看出，那些富有质感的粗布衣物上点缀着一片片补丁，着实展现出了一股贫苦乞讨者的气息。在这部剧中，诚意和李一桐成功的搭档出演，然而遗憾的是，故事的结局并不如人意，最终他们还是分道扬镳。掌心作为刘诗诗主演的首部大女主悬疑剧，其期待值之低与一念关山的表现密切相关。在宣传中，该剧被宣传为一部以大女主角的职业生涯为主线的剧情，然而实际上在开播后却以男主角生儿育女为重心，最终导演的剧情走向令观众感到震惊，尤其是最终女主角跟随男主角走向了菟丝花，观众对此感到不安。悬疑剧掌心的故事始于一桩朝廷命官的命案，而叶平安则成为了此案最大的嫌疑人。由于出身原因，大理寺成员少成备受歧视，因此打算无论疑点多少，都打算将叶平安抓捕来作为自己成功的垫脚石。叶平安是顾家满门被灭的幼女，她继承了一身医术，回到京都，唯一目的是为了复仇。刘诗诗和窦骁的情感默契不甚显著，然而观众中也更多的人并不希望看到这部剧陷入普通的恋爱剧情之中。罗云熙的大男主武侠作品《水龙吟》以其绚丽多彩的色彩，旨在保持其古装男神之名，成为该作品最显著的特色。作为男主角，罗云熙不仅仅是整个剧组中色彩搭配的焦点。在预告片中，罗云熙身穿的多彩服装让人印象深刻，再加上她锋利的侧脸，可以说是衣服与人完美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罗云熙一直以来都存在体态瘦弱的问题，不仅衣服穿起来没有衬托效果，还缺乏男子气概。不知道罗云熙在这部剧里能否避免被艳丽的妆容所掩盖，就像在《长月烬明》中被彩妆螳螂所化身一样。虞书欣和丁禹兮合作的作品《月光变奏曲》，当年深受喜爱的观众对他的期待可谓十分高涨。新剧取材于一部风靡的小说，讲述了女主角如何通过穿越书本的方式影响心思缜密的男配角的故事。
观众非常期待该剧的预告，因为预告中保留了穿书的设定，这与其他改编作品大相径庭。尽管虞书欣因为加舌音问题而不受观众喜爱，但她扮演活泼可爱的角色林妙妙还是比较适合。丁禹兮的出色演技让观众赞赏有加，不论是在原著改编的《70吉祥》中，还是在漫改作品《大理寺少卿游》中，都凭借着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这部书中的男女主角由杨世泽和祝绪丹出演，这也是他们第2次合作了。最近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篇中扮演了公主部太和妖尉石宽的角色，两位明星的关系备受关注，观众们更加期待《永夜星河》的上映。庄寒燕是被遗弃的孩子，她在贵女中经历了艰辛困苦，最终回来实现了复仇和洗刷冤屈的故事。在庄寒燕追求复仇的旅途中，她与患重病的大理寺少卿相互利用，然而这种利用之间也悄然滋生出真情，最终在完成复仇后，二人决定携手共度余生。陈都灵本人身上自带着一种文雅华贵的气质，这使她在扮演这样的大家闺秀角色时非常贴切。在过去几年里，陈都灵在一系列女配角角色中积累了不少演技经验，观众也逐渐开始认可她的表演实力，因此对她在贵女中的表现充满了期待。今年刚刚与观众见面的男主角就是贵女中那个深受观众喜爱的莫方，他在《与凤航》中饰演一个爱而不得的角色。观众对这样新颖的 CP 搭配还是相当期待的。同一个作者的小说《墨雨云间》和贵女被改编成了剧集，对于原著中的重生设定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得故事情节变成了主人公在被救之后改变身份进行复仇。然而，吴谨言和王星越的颜值显然无法令书粉满意。吴谨言和王星越作为千山茶客笔下最美丽动人的女主和最风华绝代的男主，二人之间缺少情感默契，且年龄相差甚远，这确实会让原著粉丝难以接受。女主的前夫颜值之丑实在让观众难以置信，简直恶毒至极。尽管他并非良善之人，但凭借如此出色的容貌，观众只能感叹英俊过世也不冤。尽管《墨雨云间》尚未确定播出时间，但观察到于正频繁进行宣传，直言其与《庆余年2》将对抗的态势，预计播出日期即将临近。导演郑晓龙执导，由顶级明星肖战主演的影片《藏海传》自从宣布消息以来，就备受广大观众期待。就从简介来看，这部剧与《琅琊榜》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主角在家族覆灭后重返都城，既复仇于敌，同时又捍卫家园和国家。目前该剧尚未发布预告片，仅发布了肖战的海报。男主的一生贯穿了整部剧情，路透图中呈现了他不同时期的形象，既包括了他身穿布衣进京赶考的年轻时代，也包括了他身着官服成为权臣的成熟时期。女主角与花絮中的对视，甚至其眼神也深情动人，吸引了大批观众。在新剧中，刘亦菲扮演了备受追捧的黄一梅一角，引发观众频频点头称赞。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主角对女主角一往情深的剧情总算合情合理了。在这个剧集中，黄一梅有许多追求者，林更新、彭冠英、霍建华、林一都只是他单线程爱情中的一个短暂停留点，带来了一些麻烦。正是因为黄一梅如此自由洒脱的爱情态度，黄一梅很苦恼，她在妈妈眼里变成了一个缺乏自爱的女孩，在她人口中成为了感情破坏者。然而，黄一梅始终如一，她绝不会随波逐流。按照最近频繁发布的预告来看，《玫瑰的故事》即将上映，预计会是下一个备受瞩目的作品。备受期待的剧在人间由赵丽颖主演。主角徐天在这个故事中拥有多重人格，并最终成功治愈自己。医生劝说贾小朵这个分裂出来的人格
因为他们发现他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意识，让他协助主人格排除其他人格。贾小朵一直以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然而他却最终成为了要被抹消的那个人格。这种自我救赎、自我毁灭，甚至自我爱的情节设定，实在是相当独特的。这部简短而优秀的作品只有8集，已经让观众开始期待。尽管该剧尚未播出，但观众已经开始担心它是否会重蹈新生的覆辙，有可能因过度迎合审查而呈现出所谓合情合理却令人唏嘘的煽情结局。让我们仍然保持耐心，等待审判的播出吧。《凡人修仙传》这部作品的名字已经说明了它的主题，就是描述了一个名为韩立的普通人修炼成仙的全过程。粉丝的支持是这部由端王杨洋和整容脸金晨领衔主演的修仙剧所依赖的期待值来源。杨洋在预告中的出场就像是他全身都闪烁着快来瞧瞧我帅呆了的霓虹灯，期待着观众对他颜值的赞美。即使演员不满意，从简介中也可以看出这部剧的问题。男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明智的谋划修炼成为仙人，但谁来定义这种谋划的合理与否呢？人总是免不了算计，就算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也会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算计。而专门介绍合理算计，多少是为了避免观众误解男主角韦光正的形象啊。《凡人修仙传》拥有2尊如此庞大的佛像镇守其间，这让人对其未来口碑表示担忧。然而，令人钦佩的是，这部剧全部采用实景拍摄，观众可以从画面中欣赏到自然风景的壮丽，可谓一种视觉盛宴。